二战结束后，释放了两股影响至今的势力，一个是犹太财阀的金融资本力量，一个就是后来发展成白左的政治正确思潮。这两股势力其实都天然排斥天主教，也就是保守主义的，而天主教和保守主义又是他们封印的。无论川普声称的欧洲文明已经消亡，还是昨天悉尼海滩上爆发的反犹恐怖主义行径，亦或是泽连斯基接受不再加入北约，甚至是南美的阿根廷和智利都选出了极右翼政权，以神圣之名的杀戮以及政治上的左右博弈彼此反噬，一直都在周期性的上演着。2000多年了，宗教作为昂萨唯一的原生文明，事实上依然超越着世俗的权利，掌管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换言之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另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如果你掌握了祀这个精神世界的指挥棒，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如果掌权者并不具备掌控着民众精神世界的话语权，那你就得发鸡蛋。如果不能立刻马上给民众带来需要的转变现实的好处，立刻就得倒台失势。这就是欧洲的右翼甚至川普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今啊，世界局势似乎是纷乱复杂的，但其实理解西方政治只需要把握两个主线就可以了，一个是西方真正的封建制的含义，一个是宗教的影响力。第一个主线我在之前说的比较多了，封建制的特点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欧洲和美国的各州现在都在践行这一特点。而宗教这个部分啊，大家会觉得思想启蒙之后，宗教蒙昧不是被自由主义、人本主义驱散了吗？实际并非如此啊。2000多年来，欧美人的精神世界必须得有唯一的真神，必须掌控在一股力量手里，这一股力量是超越道德与正义的，是唯一的至高的存在。以前这是上帝，现在是自由民主教或者是白左教。至于和而不同、实事求是这种观念啊，其实是我们的文化内核独有的，追求唯一的正确性，不惜物理消灭意见者才是最常见的。那为了自由民主价值认同，乌克兰人甚至不惜战至最后一个。西方的老爷们虽然赚得盆满钵满，本国的官僚大肆敛财，但是确实乌克兰前线的汉子们也真的是在拼死作战，而真正驱使他们能做到这个地步的，就是这个国之大事里的祀这个部分。政治上的左和右看起来只是竞选口号的差别，但实际上在一些极端主义者手里，他们就能以卫道之名行极其惨绝人寰之事。犹太极端分子如此，反犹太的极端主义者也是如此。这就是掌管了人精神世界的力量，这是绝对的力量。实际上，从侵袭世界的颜色变革到如今乌克兰人确实也展现出的强烈的战斗意志，这都可以看作是自由民主教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是唯一可以把稀碎的封建制统合在一起的力量，曾经是天主教，现在是白左教。这股掌管着精神世界的力量，是财团和政客们都必须要争夺的重要的阵地。大家现在看到的川普极力想推动的欧洲保守主义党团的崛起，法国的勒庞、德国的魏德尔以及智利、阿根廷现在都由极右翼再度掌权，本质都是传统宗教对于欧美民众精神世界的再次争夺衍生出来的各种表征。这个博弈的过程啊，贯穿西方政治演变的始终。那谁会获胜呢？我们今天聊一下。咱们先从二战之后释放出了资本主义财团和白左思潮怎么拥抱在一起说起啊。白左呢，实际上是从思想启蒙运动提倡天赋人权开始的。欧洲的宗教呢，因为黑死病、一战和二战啊，民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带来了信仰的幻灭，进而呢逐步式微，原本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呢也完全失能了。对比之下呢，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深入人心。但是事情演变着呢，就开始在西方这个二极管的逻辑模式里面啊走了极端。本来是启蒙思想家把神格人格化的伟大壮举，就给演变成了人权神权化。思想家们本来是把人从神权的笼子里给放出来了，结果呢不得不在后来世风日下的现实里呢，再给他们加上道德的笼子。这个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自画像呢，就是当时各种堕落的深刻描写，而康德老先生呢，其实一直就在不遗余力的想把道德嵌进西方后来的自由里，然而呢效果不太好。马克思呢也试图让大家说，咱干点实在的啊，别总搞抽象，咱得让人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奈何生产力水平达不到，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的权力施展就受制于物质的力量了。于是事情就开始朝着反方向发展。那我往上不行，我堕落也是一种自由啊。本质上萝莉岛啊、说唱老爹的聚会啊，或者很多西方上流特别爱往下流的根源都在这里，被禁锢了上千年了。
被释放出来之后，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于是突破禁忌，就曾是神的专属。那现在我是自己的真神，除我以外，道德规范甚至法律都不是真神。于是为所欲为，甚至突破人性的底线，就成为了证明自我权利如同神一般的体验，用成为新神的方式反神权。不得不说，非常讽刺。那天赋人权、平权思想被拥有着极大资本财富，但是一没人二没枪，一直处于边缘态势的犹太资本们呢，看到了潜力。一方面呢，犹太移民的这个边缘性与反歧视的诉求和平权思想不谋而合。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啊，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在和欧洲的左翼势力结盟了。另一方面呢，资本剥削啊，不像制造业资本家的这种剥削那么直接，自带一种道德优越性。于是呢，在共产主义思潮席卷欧洲的时候，白左这个六耳猕猴啊，它就诞生了。他呢也关注劳动者的福利，各种族各阶层的平等。反正金融资本直接剥削的其实是制造业资本家，好像跟劳动者权益没有啥直接冲突。于是犹太财团主导的资本财团就开始跟白左教相结合。那国际政治上的表现呢，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殖民体系，痛斥野蛮血腥的直接殖民，鼓励各个地区独立自主。其实呢，他们对南方国家的劳动提取那可以说是走向了批量化自动化的进程更严重。而欧美内部呢，从法国的巴黎5月风暴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运动，从第二波女权运动到嬉皮士文化兴起，再到逐步极化的政治正确，保守主义的这个宗教阵地就节节败退了下来。理论界上面，法兰克福学派成为了白左完全形态的理论大本营。该学派明确服务于国际犹太金融财阀联合体，为白左文化提供理论正当性的支撑。当金融资本发现这个投资好使之后呢，金融资本就开始了系统性的投资大学，一众藤校就成为了白左政治的大本营。在1980年代之后，以犹太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本就成了白左教的物质基础，通过控制金融、媒体、科技等关键领域，将白左的政治正确塑造为了掌管西方民众精神世界的新宗教。事情发展到这里呢，欧洲和美国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于是也就造就了现在各自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巨大差异、彼此博弈的现状。美国呢，因为没有受到黑死病一二战的冲击，民众们没有体验过那种祈求拯救但是最后信仰破灭的痛苦，再加上美国作为一个流民国家和宗教少数派成员的回收站，在欧洲被打跑的各种宗派都来到了北美。那一群行为边缘的人和另一群信仰边缘的人，他就相遇了。这群宗教徒不仅跟天主教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互相彼此的想法也不一样。除了清教徒，还有路德宗、爱尔兰天主教苏格兰长老会、贵格会以及再洗礼派、前进宗等等等等各种流派吧。于是这就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竞争。各家宗派为了吸引到选民，管是在哪个大陆他都得遵循发鸡蛋这个传统。于是美国的各种教会就各显神通，承担着居委会、心理辅导员、灵魂导师等等重要的基层角色，发挥着社会救济和提供福利的社会职能。大家之前看说一个网红请求给孩子发奶粉的这个视频，电话求助都是打给教会的，也是这个原因。虽然呢白左教来势汹汹，但是当年唯一能把北美大陆这一群毛血旺一样的边缘好汉一勺烩了的力量，就是保守主义宗教。所以呢，教虽然说是各信各的，但是见面互相都能说一句 God bless America。OK， 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在稳定流民、构筑社会价值方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那白左金主的大本营华尔街，它也在美国呀。高盛、摩根、索罗斯哪个还给不起鸡蛋是咋的？于是呢，也不甘示弱，就竞争了起来。从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CNN、ABC、HBO 等核心媒体都是由犹太资本控制或主导的。好莱坞6大制片公司迪士尼、华纳公司、环球等等，都是由犹太家族创立或者控股的。最近，川普女婿库什纳想牵头收购华纳，依然被民主党的拥趸 Netflix 截了胡，其中也包含着两方在媒体力量上的较量。但两方都是犹太财团从谷歌到英特尔再到甲骨文，都有犹太金融资本的手笔。于是美国版本的白左的特点是强调种族、性别取向等等身份认同，通过拔高政治正确性，笼络精英，以扣帽子的形式进行权力控制。但是很显然呢，
由于不能把福利这个环节从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手里拿走，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力量也是被保留的最强大的，这也是川普得以2次荣登大宝的核心因素。这也就构成了川普如果想赢得中期选举，或者将自己的儿子推上下一届总统的宝座，都必须要保护住底层福利的这个逻辑，否则他是完全无力抗衡已经在西方人民的精神世界处于绝对优势的白左教的反扑的。看宾州、新泽西州2个摇摆州都迎来了历史上第1位女州长，纽约市市长是一个印度裔的穆斯林，属于红州的佛州州府。迈阿密市长如今也迎来了民主党人，川普的支持率屡创新低，其实就是最现实的证明，也是下个阶段川普执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给自己的选民提高福利。这也就构成了中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要知道啊，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亦或是搞事的独苗说谢谢的司机，他们都是金融资本豢养的一次性政客。现在全球利益派实际上是同时站在中美俄3巨头的对立面的。那欧洲的情况呢，就不像北美这么乐观了。欧洲的保守主义势力随着宗教的彻底衰落，实际上对民众的精神世界是已经没啥影响力了。二战之后呢，发鸡蛋这个事儿就跟二战时做壁上观甚至还有卷钱跑路的教堂没关系了。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利益派吸收选票的方式，就是在全球虹吸了利益之后，在国内搞平权运动，然后发福利，等同于发鸡蛋。于是呢，欧洲的右翼主张啊，其实除了反对移民这一点比较鲜明以外，很多跟宗教相关的，比如对于女性生育权利的限制、同性群体权利这些，他们是根本不敢提的。梅洛尼上台之后，时政理念啊，其实跟中左政府差异并不大。所谓欧洲的极右翼崛起，不过就是选民表达对现任国际利益派政府不解决实际问题不满的一个筹码。欧洲的选民思想的主流上依然还是追求环保啊、平权啊、多元化这些的。白左教可以催动颜色革命的变革，可以让一系列的欧洲国家民众为了难以加入欧盟这个代表了自由光辉的组织产生内部动乱，完全无视绝大部分加入了欧盟之后的后发国家愈发贫困的事实，可以让斯拉夫的汉子们兵戎相见。这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控制人思想的力量。但是现在啊，保守主义势力在欧洲别说搞动员了，其实连公开说一句咱们小政府低税收削减一下福利啊都不敢。这就是民意基础的威力。川普可以通过大美丽法案，但是欧洲的右翼敢唱原来的唱本，那就是无立锥之地的结局。这其实暴露的也是欧洲的精神世界被支持白左教的全球利益派牢牢控制着的现实。所以泽连斯基表态可以接受不加入北约，并且接受改选，很大程度上说明他已经沦为白左教的弃子了。那现在白左的政客们其实在保住的是已经吃到嘴里的俄罗斯那2000亿被冻结的资金，于是才有了欧盟理事会不顾各主权国家的否决权，通过了无限期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法案这一结果。可以说左派势力在欧洲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但物极必反，白左教现在这种以政治正确挟制整个西方精神世界的做法，多元化少数族裔和犹太资本的绝对正确，往往孕育的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隐忧。事实上，白左力量的极端集权和反犹势力的此起彼伏，就是一个说明。一旦欧洲的白左教再次被保守主义和宗教压倒，另一轮的清洗几乎不可避免。西方世界的精神博弈啊，始终困在旧神隐退、新神登台的千年轮回里。白左和保守主义的拉锯，资本与宗教的纠缠，不过是对唯一正确的执念换了层外衣而已。政治正确充当资本的遮羞布，宗教热忱为异端清洗提供借口。文明真正的进步，实际上在祛魅和再次魅化中陷入反复的内耗。这场横跨了几个世纪的精神争夺战，贯穿了近代所有的政治演进历程，也暴露了一个文明的真相：脱离包容与务实的精神统合，只会让社会在极端的循环往复中反复撕裂。而文明真正的救赎，从来不在某一种绝对正确的真理的神坛上，而在最人性本真的敬畏与多元共生的接纳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是能够打破这个死循环的唯一的解药。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